1903年的秋天，在美国纽约的一间豪华病房里，躺着一个53岁的男人。他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多的财富，富可敌国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财力。他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约翰 ·D· 洛克菲勒。然而，这位世界首富在当时却是一个活着的骷髅。他患上了一种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和全身性的脱发症，头发、眉毛、胡子都掉光了，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上20岁。由于消化系统崩溃，他每周的收入高达100万美元，但每天的食物却只能消化几片苏打饼干和一点温牛奶。他失眠、焦虑、暴躁，金钱能为他买来世界上最顶级的医疗团队，但医生们束手无策，甚至悲观地断言，这位商业巨擘最多只剩下1年可活。躺在病床上，洛克菲勒大概第一次开始思考，他赢得了全世界，却输掉了自己的健康，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他可以指挥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却无法命令自己的胃好好消化一片面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做了一个彻底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决定。他没有再寻求什么灵丹妙药，而是开始了一场回归原始的自救。他为自己制定了铁一般的纪律。第一，彻底放下工作。他将公司交给副手，自己则完全投身于活下去这个最基本的目标。第二，回归最简单的饮食。既然山珍海味无法销售，那就只吃身体能接受的东西。他的餐桌变得比穷人还要简单，温牛奶、苏打饼干以及少量水果。他不再追求吃什么，而是专注于怎么吃。第三，细嚼慢咽，心怀感恩。他的私人医生教给他一个方法，每一口食物都要咀嚼几十下，直到完全变成液体再咽下，并且在吃饭时要心怀感恩，感谢食物的赐予。第四，规律作息，坚持锻炼，每天早睡早起，散步，打高尔夫，雷打不动。第五，改变心态，从赚取变为给予。他成立了基金会，开始大规模地从事慈善事业，把赚来的钱有计划地回馈给社会。当他看到自己捐建的医院、学校帮助了无数人时，他内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喜悦。奇迹发生了。1年后，洛克菲勒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死去，他的消化功能开始慢慢恢复，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甚至连头发都重新长了出来。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活得非常长久。这位在53岁被判了死刑的男人，最终活到了97岁高龄。他用自己后半生的44年，上演了一出绝地反击的生命奇迹。很多人将洛克菲勒的长寿归功于他后来的慈善事业带来的心态转变，或是他严格的作息。但作为一名观察者，我更愿意从一个更根本，也更被人忽略的角度去解读，是饭品的改变重塑了他的命运。饭品这个词，我很少听人提起。我们常说人品，说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和格局。我们说酒品，看的是一个人在酒精考验下的真实面目。而饭品，则是一个人对待食物、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它藏着一个人最深的自律、最高的智慧，也预示着他最终的人生走向。洛克菲勒前半生为了财富，狼吞虎咽地吞噬着商业机会，也同样狼吞虎咽地对待自己的3餐。他的饭品是掠夺式的，是失控的，结果身体反噬了他。后半生，他懂得了节制、感恩与专注。他的饭品变成了滋养式的，是自律的，结果身体回报了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健康与安宁。一个人的饭品看似是小事，实则不然，它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一个人的内在状态。而那些真正活得通透、活得长久的人，他们的饭品
往往都藏着3个惊人相似的密码。第一个密码，给胃留3分空，给心留7分明。我认识一位在商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们都叫他林董。年过70，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让很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他掌管着一个庞大的企业，每天要做的决策牵动着上万名员工的生计。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参加一个极其奢华的晚宴，满桌的山珍海味，琳琅满目，在座的宾客无不推杯换盏，大快朵颐。我注意到林董从头到尾每道菜都只尝1-2口，吃得极少，而且早早就放下了筷子，端着一杯温水，含笑看着大家。酒过3巡，旁边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忍不住问林董：“您怎么吃这么少？是饭菜不合胃口吗？”林董笑了笑，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并奉为圭臬的话：“胃满了，心就堵了。我每天要做的决定，不能允许脑子有一点浑浊。给胃留3分空，是为了给心留7分明，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现代人总是在追求满，钱包要满，职位要满，荣誉要满，连吃饭都追求一种吃到撑的满足感。我们把光盘当成美德，把扶墙出当成对一顿美食最高的敬意。殊不知，每一次的过度饱食都是对身体的一次洗劫。当你的胃被填满，身体会调动大量的血液和能量去支援消化系统这个重灾区。大脑的供血量减少，人就会变得昏昏欲沉，反应迟钝。心脏的负担加重，长期如此，心血管系统就会拉响警报。肠胃被迫超负荷运转，日积月累，各种消化道疾病自然找上门来。老话讲，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这背后藏着深刻的东方智慧。7分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还能再吃几口，但如果现在停下来，也不会觉得饿。它是一种意犹未尽的克制，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从容。这种克制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它意味着你没有被口腹之欲所绑架，你依然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你能掌控自己的食欲，你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掌控自己的情绪、事业乃至人生。日本冲绳是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有一个流传了数百年的饮食传统，叫做8分饱 Hara Hachibu。 他们相信身体的衰老是从肠胃开始的，让肠胃永远保持一点饥饿感，是保持年轻和活力的秘诀。所以你看，真正高级的养生不是吃什么名贵的补品，而是从最简单的1日3餐开始，学会留白。饭桌上懂得留白的人，人生也一定不会过得太差，因为他懂得真正的富足不是无尽的占有，而是清醒的克制。第二个密码，身体是座小宇宙，不能只偏爱几颗星。我有一位忘年交，是国内一位非常有名的书法家，我称他为陈老。他今年90有2，依旧每天挥毫泼墨，笔力雄健，写出的字禅意与风骨并存。我去拜访他时，有幸与他同桌用过一次午餐，那顿饭极其简单，却又极其丰盛。说它简单，是因为没有大鱼大肉，都是些家常菜。一碗杂粮饭，一盘清炒时蔬，一块清蒸鱼，一小碟凉拌豆腐。说它丰盛，是因为那张小小的餐桌简直像个调色盘。杂粮饭里有黑米、糙米、小米，蔬菜是翠绿的西兰花，配上火红的胡萝卜，鱼是雪白的，豆腐上点缀着褐色的酱油和碧绿的葱花。我由衷的赞叹：陈老，您这饭吃得像一幅画。陈老听了哈哈大笑，他指着满桌的菜对我说：我的身体就是一座小宇宙，我不能只偏爱其中的几颗星星。五谷是大地给我根基，蔬菜是山川给我清气，鱼肉是江河给我活力。让他们都进来，
这座小宇宙才有勃勃生机。这番话比我听过的任何营养学讲座都更加深刻。我们很多人吃饭都带着强烈的偏见，爱吃的就吃到天荒地老，不爱吃的就碰都不碰。今天流行吃这个，就一窝蜂去吃，明天专家说那个好，又赶紧去补。我们对待食物就像对待人一样，凭着自己的好恶分了3、6、9等。结果呢，身体这个精密的系统开始出现偏科。你偏爱大鱼大肉，它就还给你一身的脂肪和尿酸；你独宠精米白面，它就让你的血糖坐上过山车。长寿的人往往都是杂食家，他们不挑食，不偏食，懂得雨露均沾的智慧。他们知道，没有一种食物是万能的，也没有一种食物是完全无用的。每一种食物都带着大自然独特的能量和信息。红色的西红柿藏着太阳的能量，绿色的青菜带着土地的芬芳，黑色的木耳蕴含着雨水的滋润。吃的杂，本质上是在与整个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这让我想起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他一生致力于儒释道的研究，学问博大精深，活到95岁。据说他的饮食就非常杂，他喜欢把各种豆子、米、麦、杂粮混在一起煮成一锅八宝粥，每天吃。他说这样吃什么营养都有了。这是一种大智慧，他们不是在用脑子计算蛋白质、维生素，而是在用身体的本能去感知和谐与平衡。你的餐盘就是你世界的缩影。一个餐盘里只有黑白灰的人，他的生活很可能也是单调乏味的；而一个餐盘里五彩斑斓的人，他的内心世界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从今天起，试着去杂爱你的食物吧，把你餐桌上的颜色从3种增加到5种，再到7种。当你开始拥抱多样性，你的身体乃至你的生命都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丰盛和宽广。第3个密码，把一顿饭吃成一场修行。如果说7分饱是克制，吃的杂是智慧，那么这第3个密码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境界，星号星号宁静星号星号，也就是细嚼慢咽，专心吃饭。这听起来像是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但在这个时代，它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难做到，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你观察一下身边的饭局，有多少人是一边吃饭一边刷着手机看着视频？有多少人是嘴里塞满了食物，眼睛还死死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工作邮件？又有多少人是把吃饭当成一项必须快速完成的任务，3扒2口囫囵吞下，然后匆匆奔赴下一个战场？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好好吃饭的能力。我爷爷活到98岁，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吃饭的样子。无论家里多热闹，无论大家在聊什么，只要他一端起饭碗，就仿佛进入了自己的世界。他吃得非常慢，每一口饭，每一口菜都会在嘴里咀嚼很久很久。他的脸上没有焦虑，没有急躁，只有一种全然的投入和享受。小时候我不懂，觉得爷爷吃饭太慢了，太磨叽了。长大后我才明白，那不是磨叽，那是一种修行。我曾经问他，爷爷，您为什么吃得这么慢？他放下筷子，看着我，缓缓地说，这碗饭从一粒种子到长成稻穗，再到我的碗里，他走了很远的路，经历了阳光风雨。我吃得慢一点是对他的尊重，我的胃跟了我一辈子，我嚼得细一点是对他的慈悲。你连一顿饭的时间都给不了自己，还谈什么掌控人生？对自己的慈悲，这6个字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是啊，我们总说要爱自己，却常常以最粗暴的方式对待自己。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未经充分咀嚼的食物扔给那个默默为我们工作了一辈子的胃，让他去承担本该由牙齿完成的工作。
我们一边渴望宁静，一边却在最应该安宁的时刻，吃饭的时候，用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把自己的大脑搅成一锅粥。专心吃饭，细嚼慢咽，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行为艺术。它意味着你愿意从飞速旋转的世界里为自己按下暂停键，你愿意在这20分钟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收回到自己身上，收回到对食物的品味和对身体的觉知上。这不仅仅是为了消化，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排毒。当你专注地咀嚼，你会尝到米饭里隐藏的甘甜，你会感受到蔬菜的清香，你的大脑会清晰地接收到饱的信号，从而避免过食。你的肠胃会因为得到了充分的预处理，而工作得更加轻松高效。更重要的是，在这份宁静的专注里，你的焦虑会被慢慢抚平，你的内心会重新获得秩序和力量。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一生创办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他曾说，自己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感恩和专注。我相信这种品质一定也体现在他的1日3餐里。一个能在饭桌上保持宁静和专注的人，在面对人生的风浪时，也必然会多一份从容和定力。洛克菲勒的故事讲完了，关于饭品的3个密码也分享给你了。克制、广博、宁静，这3个词说的是吃饭，但又何尝不是在说人生？人这一生不就是在克制自己的欲望，拓宽自己的认知，并最终在喧嚣的世界里寻得内心的一方宁静吗？我们总以为改变命运需要多么波澜壮阔的机遇，需要遇到什么手眼通天的贵人，但或许真正的改变就发生在最平凡的日常里，发生在你每一次端起饭碗的时刻。从今天起，试着去重塑你的饭品吧。从下一顿饭开始，练习只吃7分饱，把筷子提前放下，感受那种微微的饥饿感带来的清醒与掌控力。从下一次买菜开始，挑战更丰富的色彩，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去搭配你的餐盘，让身体这个小宇宙星光璀璨。从现在开始，放下你的手机，给你自己也给你的家人一顿安安静静、专心致志的饭，去品尝食物本身的味道，去感受家人在侧的温暖。这些事看起来很小，小到微不足道，但请你相信，当你能掌控自己的饭碗，你就能掌控自己的健康。而一个能掌控自己健康的人，才真正握住了改变命运的最根本的钥匙。你的身体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殿堂，请用最好的饭品去供养它，去尊重它。